12月7日凌晨，日本防衛大臣小泉进次郎顶着黑眼圈召開緊急記者會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樣，控訴中國遼寧艦的殲15艦載機在公海上空2次用雷達照射日本 F-15J 戰機。他唾沫橫飛地指責這是危險行為，聲稱日方已提出強烈抗議，那架勢仿佛受了多大欺負似的。但稍微了解點前因後果的人都得憋笑。這就像小偷撬門被戶主舉着菜刀警告，轉頭卻跑到派出所哭訴戶主威脅我安全，臉皮厚度簡直突破天際。更諷刺的是，小泉選在12月7日這天發難，84年前的同一時刻正是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，拉開太平洋戰爭的日子。當年日本不宣而戰，還粉飾成必要措施，如今故技重施搞碰瓷，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我們先把事實捋清楚。12月6日，遼寧艦編隊帶着055型南昌艦、052D 型西寧艦和開封艦，按計劃穿越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，開展遠海訓練，全程都在公海區域，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。日本防衛省早就盯着這支編隊，前腳剛通報完遼寧艦的動向，後腳就炒作雷達照射事件。按日方說法，2次照射分別發生在下午4點32分到35分，以及傍晚6點37分到7點08分。第二次足足持續了半個小時，但日方從頭到尾都在回避一個關鍵問題：你家 F-15J 好好的，為什麼要跑到遼寧艦演訓空域來？要知道，公海不是日本的後花園，解放軍艦隊在國際海域開展正常訓練，日方戰機不請自來，過分抵近滋擾，本身就是赤裸裸的挑釁。國防部發言人張小剛早就把話說透了，日方是惡意跟監滋擾，多次衝闖中方演訓區，事後反誣中方，純屬賊喊捉賊，倒打一耙。更搞笑的是日方的操作流程，戰機被驅離後，小泉連夜組織記者會，日媒集體熬夜發稿，外交抗議同步跟進，整套動作行雲流水，配合默契到詭異，明眼人都能看出來，這根本不是臨時起意的投訴，而是早有預謀的認知戰。他們就是想搶占輿論高地，把自己包裝成和平受害者，把解放軍的正當防衛歪曲成侵略挑釁。這套顛倒黑白的伎倆，跟當年發動侵華戰爭時用存亡危機當借口如出一轍。還有個細節特別耐人尋味，日本防衛省一口咬定是火控雷達照射，卻始終說不出具體的雷達模式，全程語焉不詳，反倒是日媒們腦補成癮，一口咬定殲15用了火控雷達，還聲稱觸發了日方戰機的告警系統。但稍微懂點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，如果中方真要動真格，日方飛行員根本沒機會活着回去告狀。要知道，殲15搭載的霹靂15等先進空導彈，射程和性能都處於世界頂尖水平。按照今年5月印巴空戰的實戰案例來看，要是殲15真的用火控雷達鎖定 F-15J， 完全可以在對方告警系統探測範圍外完成攻擊準備。換句話說，要是解放軍有攻擊意圖， F-15J 早就成了靶子，哪還有機會讓小泉在記者會上哭唧唧？小編猜測，這次執行任務的大概率是殲15T 機型。目前，遼寧艦和山東艦的編制裡，殲15T 的比例已經超過了早期殲15。作為升級款艦載機，它的雷達系統和作戰性能都更先進。當然，也不排除殲15DT 電子戰機型的可能。這款機型的電子戰能力堪比殲16D，對付殲15J 這種老古董簡直綽綽有餘。最諷刺的是日本網友的反應，在自衛隊的推特評論區裡，不少日本民眾都知道事態嚴重，卻只能盼着國際社會譴責，等着乾爹救命。可他們忘了，就在12月5日，美國剛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裡說的明明白白，針對台灣，美國軍隊不能也不應該獨自承擔這項任務。這話翻譯過來就是，真打起來，美國才不會替日本出頭，讓日本自己在第一島鏈當炮灰。所以指望乾爹救命，簡直是
痴人說夢。可能很多人不明白，為什麼被雷達掃了一下，日本就要嚇得連夜開記者會了。這裡小編簡單分享一下雷達開啟的幾種模式。第一種是搜索掃描模式，相當於雷達在廣域空域裡泛光掃，只是確認有沒有目標，大致在哪兒，信號是斷續的。這時候對方的雷達告警接收器只會收到平緩的提示，意思是我發現你了，但還沒打算怎麼樣，就像走路時看到路邊有個人，頂多瞥一眼而已。第二種是跟蹤鎖定模式，雷達波束會持續穩定地盯着目標，不間斷獲取精確位置、速度和航向。這時候對方的告警系統會發出急促的刺耳警報，儀表台紅燈亂閃，飛行員能瞬間明白自己被盯死了。這就好比有人拿着槍瞄準你，手指還沒扣扳機，但槍口一直對着你的腦門。第三種是火控解算導彈引導模式，這是最高威脅等級。在鎖定的基礎上，火控系統已經在為導彈裝定射擊參數，或者導彈已經發射，雷達正在提供引導。到了這一步，基本就是生死一線，除非立刻脫離，否則很難躲過導彈攻擊。國際上有個不成文的慣例，戰機開火控雷達持續照射5秒就被視為敵對行為，而日本這次聲稱被照射了2次，尤其是第2次長達30分鐘，哪怕是間歇性照射，也已經超出了正常警戒的範疇。日本自己也承認是間歇性照射，但這個細節恰恰暴露了中方的真實意圖，這不是普通的搜索，而是帶有明確戰術目的的威懾。現代空戰中，間歇照射是實戰化訓練裡的典型操作，短時間開啟雷達鎖定目標，再短暫關閉，既保持跟蹤，又降低被反制的風險。這本身就是在傳遞我已經做好戰鬥準備的信號。殲15這次的操作更像是把 F-15J 拉到懸崖邊又推了回來，意思很明確，再往前湊就別怪我們不客氣了。可能有人會問，這是不是意味着要開打了？答案是我們不想打，但也不怕打。這次雷達照射的核心目的是打破日本長期以來的舒適區。以前日本總憑着地理優勢對解放軍艦機近距離監視騷擾，覺得我們不會真的反擊。現在遼寧艦遠海訓練常態化，我們就是要明確告訴日本，你的挑釁已經觸碰到紅線，解放軍有能力有決心維護自身安全。從11月中旬到12月初，中國海軍和海警在黃海、東海、南海及西太平洋展開大規模部署。峰值時，艦艇總數超100艘，總噸位超70萬噸，形成了軍警混編、遠近結合的全域布局。哪怕到了12月4日，還有90多艘艦艇在相關海域活動，被外媒稱為史無前例的武力展示。單說遼寧艦編隊055型南昌艦作為航母帶刀護衛，搭載了鷹擊15、鷹擊17等4種高超音速反艦導彈。這些導彈的性能讓美軍都頭疼，連提康德羅加級巡洋艦的標準3防空導彈都無法有效攔截。再加上水下可能伴隨的093型核潛艇，這樣的配置在世界任何一片海域都有足夠的話語權。更重要的是，遼寧艦不是孤軍奮戰。12月2日，山東艦打擊群已經從三亞出發，057型海南艦兩棲戒備群也在機動部署，還有多支055型驅逐艦行動群同步出動。如果真的爆發衝突，形成的立體作戰體系足以讓任何來犯之敵付出代價。別說日本，就算美軍想介入，也得掂量後果。很多人可能沒見過被火控雷達鎖定的恐怖場景，戰機的儀表台會像聖誕樹一樣瘋狂閃爍，刺耳的告警聲不斷響起，飛行員的腎上腺素會瞬間飆升，那種生死只在對方一念之間的壓迫感，足以讓最老練的飛行員腿軟。當年冷戰時期，美蘇戰機多次對峙，哪怕蘇27用垂尾撞擊挪威反潛機，都沒敢開火控雷達。就是怕傳遞開戰信號，最後只能說是意外碰撞。而這次殲15敢於開啟雷達照射，本身就彰顯了絕對的實力自信。回顧歷史就會發現，日本從來都是欺軟怕硬的主。當年憑借武力四處侵略，戰敗後不思反省，如今靠着美國撐腰又開始蠢蠢欲動。但時代早就變了，以前中國積貧積弱任人宰割，現在我們有3支航母編隊，
有先進的戰機和導彈，有100多艘艦艇組成的海上力量，再也不是那個可以隨便拿捏的國家了。日本真該好好反思一下，到底是誰在破壞地區和平，是誰在不斷制造事端。與其半夜開記者會搞碰瓷，不如收起軍國主義野心，老老實實遵守國際法，否則遲早會為自己的囂張付出慘痛代價。歷史已經證明，任何試圖挑釁中國的勢力，最終都逃不過失敗的命運，日本也不例外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